早上好，各位，欢迎来到训练靶场。今天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Hashon Peak 的一种简易的操作方式。首先，我们打开选项，点击控制，向下滚动到侧身和匍匐这一段。首先，你要把侧身设置成切换，然后匍匐设置为长按，然后点击自定义控制来调整一下键位。那么滚动到匍匐这里，它的默认键位是 X。然后你可以把它设置成任意的鼠标侧键，侧键根据你的使用习惯和鼠标的具体型号而有所不同。那以我用的罗技 G305 为例，它的鼠标侧键我绑定了数字键7，所以这里7代表的鼠标侧键。那这个是按键的设置。来到 Hashon Peak 的操作方法，那首先我们按 Q 或者 E 来进行侧头，这里向左侧头一般是 Q， 那因为我是反过来，我是按 E 向左侧头。按好侧头以后，按 AD 键进行左右的移动，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最简单的 AD Peak。在 AD 左右移动的时候，我们穿插刚才设置的鼠标侧键来进行一个按住的匍匐的操作。但是侧键只要轻点一下，就是它快速的，你可以看到人物进行一个快速的趴下然后起身的动作，这就是 Hashon Peak 的原理。利用人物趴下起身的这一段机制来进行快速的探身。以训练靶场的这个窗框为例，那我们在卡住这个小缝的时候，通过比较熟练的 AD Peak 的操作，我们可以进行一个快速的信息收集。那经过一段时间练习后，你就可以更好的熟悉这个 AD 的按键过程中穿插鼠标侧键的节奏了。有没有觉得非常熟悉？那么值得注意的是，在彩六这款游戏里面，趴下的时候，人物的准星是非常的发散的。如果你在瞄准的过程中按趴下的话，人物也会自动解除瞄准的状态。所以说 Hashon Peak 在你趴下的时候，其实是不能进行准确的开火的。那它的意义何在呢？我认为在实战场景里面 ，Hashon Peak 经常是用于你在经过一些比较大的空间，有很多的预瞄角度，但是你对于地图还不太熟悉，或者你没有办法一一排查角度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用 Hashon Peak 来进行一个快速的信息收集。比方说，在卡小缝的时候，你通过 Hashon Peak 快速找到敌人的位置，然后再开进体验枪拉出去，这样为自己争取到一些信息的优势和对枪的优势。那接下来给大家放一些我自己打的实战素材。